我20岁那时候常常听到的就是女生的要求就是5C，除了一个可怜达得到之外，其他的我都达不到。既然都达不到的话，我就不会有这些幻想去追新加坡女生。我的角度就是 modern feminism 害死人了。来见我的30多岁的男士们呢，他们很多都是认为娶越南新娘呢会省时省力，不用花费很多的时间、金钱来追求一个女孩子。他们是希望通过婚介所在新加坡找到归宿的待嫁越南新娘。说起越南新娘，人们常会联想到年长男士，不过近年似乎也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新加坡男士通过婚介所到越南寻找另一半。今年33岁的 T 先生是一位科技专才，学历高，收入也高。根据他的观察，在夫妻关系中，越南女性会比一些本地女性更愿意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目前单身的他在寻找结婚对象，除了通过交友平台结识本地女性，也通过婚介所寻找合适的越南女性。如果目标是要结婚 ，then OK 啊。如果找这种 bride agency 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其中一个方式 ，then why not？ From 我的个人经验啦，我是发现到有2种女生，年轻的女生我会感觉她们很自豪，所以就感觉很像给她们欺负这样。整段感情都很累，就算我可以维持1年2年，肯定是不可能可以维持永远的，迟早会给他们甩了。年纪比较大的女生，我就感觉她们以前有那些创伤啊，所以扛着这些创伤来 handle 下一个感情，对我自己很不公平哦。这种谈恋爱是挺多挑战了。But the thing 是 ideal relationship don't exist。T 先生坦言，自己性格内向，在过往和本地女性约会后，经常遭对方冷落。他认为自己的求偶经历受挫，主要是现代女性的自主意识更为强烈。我的角度就是 modern feminism 害死人了。modern feminism 教导现代女性要强壮、独立、自我更生，可是 the values I see to make a marriage succeed。是2方面要有一定的 selflessness， 所以我觉得这种冲突会导致很多感情不能成功。64岁的郭希红曾是学校的训导主任，退休后开办了一家越南新娘婚介所。郭希红的发妻在2014年去世，让他陷入忧郁。过后，在孩子的支持和陪伴下，他通过婚介所认识了现在的越南太太。你看我老婆这么漂亮，真的是我也很感激她。为什么呢？她这么年轻嫁给我。另外一方面呢，她把我从谷底拉上来，因为她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一位太太来陪伴我。我的太太不是医生。不过他医好我了。在现任妻子陪伴下，郭希红逐渐走出忧郁，自己的经历更让他动念要为本地男性和越南女性撮合良缘。来见我的30多岁的男士们呢，他们很多都是认为娶越南新娘呢会省时省力不用花费很多的时间、金钱来追求一个女孩子。如果你在新加坡，你娶一个你要追求一个女孩子，可能3-4年之后，可能不一定娶到她可能是失败收场，所以你又再重新来过。不久前，一则17岁越南女子征婚的贴文在社交媒体上吸引了大众的目光，留言区里也瞬间炸开了锅。发帖人正是郭希红。贴文内容是：少女正在念高中，没交过男友，未来对象必须先跟她交往9个月，18岁之后才能结婚，征婚人士年纪不可超过36岁，月收入至少4800新元。这个我要澄清，就是这个17岁的女儿没有定下一个 criteria， 那个4800跟36岁的
海提文是我定的，我很怕他只有17岁，忽然间有一个48岁的、52岁的要娶她。如果我是不负责任的中介，我一定说可以。比如说她活到70岁了，这个女孩子17岁，她只有35，你要她守寡吗？如果有孩子又怎么办呢？我是认为新加坡平均的收入呢，应该是在5000以下，4800那个范围。征婚消息发布后，短短几天便有超过100位男士询问。让郭锡宏感到意外的是，有这么多新加坡男士的收入超过他设定的门槛，而且当中有这么多年轻人。郭锡宏相中一名他觉得品格正直的男士，与17岁越南少女配对。他透露，两人目前正在交往。所以后续呢，就是这个男的刚刚去了越南，见了这个女孩子，见了她的妈妈，所以他们还是要继续的。他是一个电脑软件的工程师，他是34岁，所以他每个晚上都要读书的，都是要进修的。所以在这方面，他是根本没有时间去找女朋友了。越南女孩子来新加坡，不是为了淘金，他们来的目的是要找到一个终身伴侣。当然，他们也希望帮忙到家里的人。如果你要娶一个越南新娘呢，你要考虑到对方，不要只是考虑到自己，而忘记了对方所需要的东西。Amy 是真爱越南婚介所的翻译员，她的工作是陪伴越南新娘前来新加坡，并为不会讲华语的同乡充当口语翻译。Amy 本身并不是嫁来本地的越南新娘，但她接触过不少同乡，了解他们为什么想要嫁来新加坡。越南女生要嫁给外国人是第一个他们想到新加坡的男生的。他们知道，第一，新加坡法律很好；第二，新加坡跟越南不是很远。然后还有新加坡，如果你嫁来新加坡，政府会给你们那个long term back， 他们可以去做工。以后他们生孩子，孩子就来可以住在新加坡，可以去读书，可以照顾孩子比较好一点。越南的女生在甘榜她结婚比我们在那个陈赫比较早。甘榜大概她结婚18到20、22，可是我在那个hồ chí minh还是hà nội那边他们25到35岁他们还想结婚。因为乡村没有受教育嘛，城市有工作跟教育，所以乡村没有什么事早早结婚嘛。林马克是 Amy 的老板，从事越南婚介所超过30年。根据他近年的观察，越来越多年轻男士选择越南新娘，这与网络时代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一般是比60%、70%以上是35到45比较占比较多啦。很早20多年前是55岁比较多，因为那时候55岁可以拿公积金，现在反而是35到45比较多。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年轻？因为这个人花一点钱可以娶到老婆，为什么不可以？以前信息比较封闭，所以年轻人不敢冒险。信息开通了，年轻人敢冒险嘛？因为没有什么风险，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东西，也可以说时代的进步啦。林志伟是一名实验室助理。10年前，他37岁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18岁的越南太太。林志伟表示，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娶外籍新娘，但他觉得自己的外貌和经济能力无法获得本地女性的青睐。为了尽早组织家庭，他把目光投向外籍新娘。我20岁那时候，常常听到的就是女生的要求就是5C，除了一个可怜达得到之外，其他的我都达不到。既然都达不到的话，我就不会有这些幻想去追新加坡女生。漂亮的看不上我，不漂亮的我又看不上她。你找不到真正的爱情，当然就是只能买一段婚姻啊。他的要求也就是每个月300块的那个零用钱，
再加上每一年的一次飞机票，还有重要是不可以欺负他，要给他自由，就这样啊。所以他的要求基本上我都能满足，我们就2个达成协议就可以结婚了哦，就这么简单而已。我只能说，至少已经把人生过完一半了。我没有其他的要求了，只要我平平凡凡过完这一生，我的老婆能安稳的过完她的下一半生，我儿子过得好就可以了。回来了，没有啦，在吃饭啊，很久才回来。很久才回来。OK，所以我老婆每次跟我讲一句话，我很喜欢的：有钱有感情，没钱没感情。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是情话来的啦。我也很认同他说的道理啊。我能养他，我能照顾他，都是要靠钱。有钱，他留在我身边，一起过平凡的日子，大家都高兴。我没钱，或者是给他受苦，他觉得我不适合，他跑人，我也能理解啊。无论娶本地女生或者是外地新娘，我本身觉得互相包容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一开始就想娶越南新娘，最好不要带有偏见。一旦你带有偏见的娶一个外籍新娘的话，对她本身就已经不公平，而且你会觉得这段婚姻一开始就不公平的话，永远就不会有幸福。当你对着注册官说一句“我愿意”的时候，你本身就有一个责任。我认为责任最重要。既然你已经答应了，你就要做到这一件。